总体而言呢，2022年世界经济的风险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，主要来自美国。这对我们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呢？我想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做出了判断和妥善的安排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外媒评论呢，美国通胀率被严重低估，是自198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时刻。美国劳工部在1月12号公布了去年12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， 较前年12月份同比上涨 7%， 这是自1982年来的最快的增长率，而且高于去年11月 6.8% 的涨幅。美国的 CPI 已经是连续第3个月超过 6%， 这直接打了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脸。在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政府都在闻过是非，将国内物价上涨描述为暂时性的，并且向美国公众保证，一旦供应链的混乱得到缓解，消费品的成本就会下降。但到目前为止，这些保证都没有兑现。过去几年呢，美国经济出了大问题，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，美国政府为了挽救经济，大量的发行国债，美联储进行无限的量化宽松，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印钱。这个措施虽然让经济的基本面尚能维持下去，但是也将股市的泡沫是越吹越大，通货膨胀也一直是阴魂不散。我们知道美元拥有全球唯一的通用货币的地位，是国际贸易结算和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。美国一直在利用美元的这个特殊的地位，让滥发美元造成通胀的压力转移到其他的国家，但是这一次美国躲不过去了。就在美国政府公布了12月的 CPI 之后，立刻就有专家来打脸，说这个 7% 的 CPI 也是被大大低估了的。香港的英文报纸亚洲时报在1月13号就刊登了美国经济学家大卫·戈德曼的文章，直接戳穿了美国劳工部的谎言。戈德曼指出住房支出约占美国家庭支出的1/3，在过去的1年中，购买或者是租赁住房的成本上升了近 20%， 而美国劳工统计局1月12号公布的住房消费价格指数显示，住房成本仅上升了 4.2%。 这个统计数字反映的结果是极其严重的，住房占 CPI 统计的 32.3%， 因此住房成本上升14个百分点将使总 CPI 的数字再增加 4.5个百分点，比 7% 的 CPI 要高出 4.5个百分点，那就是 11.5%。 郭德曼警告说，2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导致市场崩溃，而美国企业的成本压力也没有减轻的迹象。在过去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运输成本以每年 30% 到 50% 的速度增长，美国工人平均小时的收入同比增长是 4.7%， 也确实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但是CPI 为 7%， 就意味着年工人的工资价值实际上被削减了 2.3%， 因此工人有理由要求更高的工资。戈德曼的结论是2022年美国的 CPI 指数恐怕会接近 10%， 甚至更高，这可能就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。如果美联储采取紧缩政策，那美国的经济怎么办？靠印钱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已经被证明是不见效的，美国政府入不敷出怎么办？继续无休止的发行国债吗？谁来买我们已经见识了在2021年美国国会几次提高政府的债务上限。总体而言呢，2022年世界经济的风险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，主要来自美国。这对我们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呢？我想我们的党和政府已经做出了判断和妥善的安排。经济双循环政策就是应对这些不利因素的手段。对此我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依靠自己，不靠别人，挽起袖子加油干。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。